你好，我是明月，今天跟你分享关于新冠疫苗和新冠病毒你应该知道的4件事。在新冠疫情肆虐6个月后的今天，很多国家和人民寄希望于新冠疫苗，希望通过疫苗来阻止这场新冠大流行。但新冠疫苗真的能救新冠吗？有了新冠抗体就不会再被感染吗？新冠病毒患者都有抗体吗？新冠病毒一直被称为新冠肺炎，所以它只是攻击肺部吗？那些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有没有传染性？那如果有的话，他们的传染性会持续多久？抗疫6个月后，我们对于新冠其实还有太多未知。武汉大学丁红教授团队根据自身参与新冠疫情医学救助的经历，通过与3000多名新冠患者朝夕相处、密切交流，总结出新冠病毒感染者特征和相应的治疗措施建议。以下根据丁教授的公众号文章整理而成。将新冠病毒感染疾病定义为新冠病毒肺炎的概念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新冠感染者可以分为新冠肺炎重症、新冠普通型肺炎、新冠综合症、疑似新冠综合症，其比率分别为 7.8%、24.57%、19.32%、48.14%。无症状感染者未进入统计计算。可见，典型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新冠感染者中的比例并不高，大量患者为非典型肺炎症状或无症状。新冠病毒综合征患者核酸检测阳性或血清抗体阳性，但肺部 CT 显示没有感染或轻度感染，没有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其他组织器官异常的症状非常明显，比如胸闷、胸痛、肌肉酸痛、全身皮肤游走性疼痛、口干、乏力、虚汗，男性还会有生殖器跳动的症状。从武汉病例分析看，新冠综合症患者与新冠病毒肺炎患者都在同一时间段内被感染，只是因为人的体质不同，所以病毒感染后作用的靶气管不同。肺炎体质的患者主要靶气官为肺部、消化道，炎症反应强烈，容易导致重症；而综合征体质的患者，病毒潜伏器官可能为肌肉、生殖器、口腔黏膜和周围神经等部位，炎症反应不强烈，表现为轻症。截至目前的跟踪观察，这类患者很少转化为肺炎重症。新冠病毒综合症及疑似新冠病毒综合征在医院通常被诊断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经相关检测证明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只是由于症状轻微或肺部感染不典型，或者多次核酸检测阴性，被拒绝承认是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类患者因为病因不明，十分恐惧，无归属感，也确实伴生了一些抑郁的症状。新冠综合征概念的提出，给了患者归属感，了解了自己的病因后，患者大多可以安心地对待自己的病情，焦虑情绪得到缓解。新冠综合征及疑似新冠综合征患者同样存在传染他人的风险，而且由于这类患者免疫没有有效激活，导致病程很长，大多数患者的病程在1到2个月之间。因此14天隔离期对于新冠综合征患者以及疑似新冠综合征患者还有无症状患者实际没有太多意义，对综合征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引起重视，因为他们是潜在的传染源。在医学治疗方面，新冠病毒肺炎与新冠综合征患者应该有不同的临床治疗方案。对于肺炎重症患者，需要适度的采用抗炎剂对抗炎症风暴，尽量建议使用没有免疫抑制作用的甘草酸类以上式药品，只有在症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才建议使用副作用较大、有免疫抑制作用的抗炎剂，比如皮质激素或羟氯喹或环孢霉素 A 等。柳叶刀曾经发文说，皮质激素使用并不降低死亡率，抗炎剂具有双面性，既可以阻止炎症风暴，降低对重要脏器的损伤，但同时也可能抑制免疫，延长病程。
红说健康提出了抗新冠肺炎防御性鸡尾酒方案，用甘草酸饵胺加 VC 加卢丁救治了大量居家隔离治疗的中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新冠肺炎普通型患者由于炎症反应不强烈，不建议使用抗炎剂，以营养支持疗法为主要的应对策略。新冠综合征患者及新冠后遗症患者不建议使用抗炎剂、免疫抑制剂，除了针对性的采用营养鸡尾酒方案，可适当选用免疫激活剂、胸腺肽等缩短病程。新冠病毒给疫苗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有一个不容乐观的现象，就是那些保护性抗体 IgG 阳性的群体，症状复发率在 20% 左右，核酸复阳率在 10% 左右。换句话说，有了抗体并不能保证患者不再受病毒感染，或者不再产生症状。通过观察157位新冠感染者在康复后10到30天后症状复发及核酸复阳的规律，结果可见，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中有 26.1% 出现症状复发，复发的症状为综合征症状，核酸复阳率为 8.7%， 复发的患者血清 IgG 保护性抗体均为阳性。这些结果提示体内产生的新冠抗体并不能保护患者不再出现症状，也不能保护患者核酸不再出现阳性，只是有保护性抗体的人可能不会导致重症肺炎危及生命，而主要产生的是新冠综合征症状。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位体内有高 IgG 抗体的患者，作为志愿者向武汉火神山医院捐献了自己的血清，在第二天自己就产生症状，并且核酸检测阳性。这个案例提示 IgG 可能不能完全阻止病症的发生和中和病毒。如此看来，疫苗究竟能对人类产生多大的保护作用？产生抗体的人群很多在1到3个月内抗体消失，尤其是综合征患者，抗体消失速度很快。目前研究的疫苗究竟能给机体提供多长时间的保护作用，还有待考量。在阻止传染方面，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并不能提供绝对正确的判断。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使是确诊的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在发病期间咽拭子核酸检测的阳性率也仅为 46% 左右。新冠肺炎普通型和新冠综合征患者阳性率更低，也就是说，即使是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仍然有大于一半的人核酸检测阴性。因此，核酸检测阴性并不能代表被检测者不是新冠感染者，也不等于他以后不会出现阳性。有大约 10% 到 50% 的新冠感染者感染病毒后并不能产生抗体，而且许多患者体内的抗体会在1到3个月内消失。也就是说，新冠病毒感染者不一定都产生抗体，有了抗体也只能保持1到3个月。新冠病毒潜伏期可能远远长于14天。我们跟踪的一例患者独自严格隔离55天后才检出核酸阳性，肺部感染。这个案例提示，疑似新冠患者即使隔离14天，多次核酸检测阴性，还是无法排除其是否是新冠感染者，是否具有传染性。总结一下，新冠病毒感染疾病可以分为新冠肺炎重症、新冠普通型肺炎、新冠综合征、疑似新冠综合征，还有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患者不一定都产生抗体，有了抗体也不一定能保证不再被病毒感染，新冠抗体只能持续1到3个月。因此，新冠疫苗究竟能提供多大的保护作用，又能持续多久？新冠病毒肺炎与新冠综合征患者应该采取不同的临床治疗方案，尽量避免使用副作用较大、有免疫抑制作用的抗炎剂。新冠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都不能提供绝对正确的判断，甚至有一半以上的重症患者咽拭子核酸检测呈阴性。综上所述，新冠病毒很可能具备潜伏感染特性，可能不能完全从体内清除出去，会长期与人类共享身躯。正常时，病毒处于静息状态，
免疫力低下或其他诱因可能导致病毒重新激活，产生以周围神经损伤为主的临床症状。因此，人类最终战胜新冠病毒可能不依赖于感染疫苗所造就的群体免疫性，而依赖机体的适应性，建立群体适应性，与病毒共享身躯。如果你是新冠患者，焦虑、恐慌都没有用，你唯一能做的努力是坦然面对，用最好的心态和免疫力对抗病毒，剩下的交给时间，交给科学家。良好的情绪和适当的锻炼是最好的药。